城东郊尽头的半山腰上，一座大宅，三进三出，古色古香的。这宅子门口高悬着2盏幽幽暗红的灯笼，灯下有2尊石狮，魁梧的出奇。这狮子眼睛湛然生光，呵，这竟然是镶嵌了4颗价值连城的夜明宝珠。这都说啊，财不露白，就是在闹市之中，将这等宝物随意的镶嵌在门外石狮眼上，这都无异于主动在门上写了8个大字：人傻钱多，速来偷我。这更不用说还是这等偏僻的荒郊野岭了。任你是多大的富商或者高官，权势滔天也罢，手眼神通也好，奈何那有的是老百姓财不动心了，认都不认识你是谁，兜里揣个小铲子，找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没人时就砰砰咔咔的一阵乱敲，挖下来若无其事的装走了事儿。这你能有什么办法？可是这宅子的主人似乎并不担忧。事实上呢，这2颗夜明珠石狮已经站这门口10年了，风吹日晒的，寒来暑往，从来没有哪怕一个不长眼的蠢贼动过他们的心思。柴门打开，一个西装革履、头发花白的管家侍立在侧，那手里边捧着一个小小的木盒子，他面前停着一辆雀尾蓝的阿斯顿，车窗摇下，露出后座上一张惨白的脸来。先生辛苦。老管家微微的躬身，适时的递上木盒，语气似有安慰。车里那人却连连摇头，也不敢接下这木盒子，惭愧地说：贵主人这情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贫道才疏学浅，无功不敢受禄。那老管家也没坚持，点了点头，收回木盒。车窗重新摇上，下一秒这车里就突然传来一声惨叫，似乎是有什么液体溅在玻璃上。过了片刻，车辆缓缓启动，向着门外山上开去。不一会儿啊，就消失在夜幕之中。老管家没有多看一眼，转身走进宅中。小道蜿蜒，草木净深，这老管家不急不缓，似乎对这一切都已经默熟于心，轻轻巧巧地拐了几个弯，绕过后院的假山和小湖，就停在一座黑铁一般的屋子前头。杜先生。老管家这声音恭敬，但是很沉重。这屋里就传来男人的声音：送走了。老管家点点头：啊，干干净净。那进来吧。是。屋子大门打开，刺出耀眼的亮光。这屋里装饰的金碧辉煌，跟外边乍一看的沉闷朴实格格不入。只是细细的看来，却发现这装修的风格甚是别具一格。中世纪欧洲的水晶吊灯，地上光滑的大理石瓷砖上却铺着毛发柔顺的虎皮。紫檀的明式座椅配上金丝楠木的长桌，这桌上摆着一台嗡嗡乱响的发出5颜6色塑料采光的电竞专用机，那画面上甚至还运行着一款早就10多年没人玩的老款武侠 RPG。 晶莹剔透的红酒杯里盛着半杯刚刚冰好的可乐，有一个魁梧如熊般的中年男人赤裸上身，面色铁青，就坐在电脑前头，两旁各站着一排黑西装白手套的人，正在听着训话呢。老子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这中年男人站起来，来回的踱了2步，像是自言自语。那说着说着，
突然走到右侧一个年轻的西装少年面前，猛地飞起一脚，把他狠狠地踹倒在后面的墙上。短促的痛呼声夹杂着皮肉骨裂的闷响，这少年疼得弯腰趴在地上，就是不知道那肋骨都断了几根了。妈的，不过就是一个差钱碰到的死女人。哎，你也跟着我手底下混了3、4年了，这都搞不定吗？拿钱砸到他同意为止，懂了吗？这男人蹲下身去，抓着少年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拽得昂了起来，看着他的眼睛。不是，老大，可是他说，除非您亲自去给他们个说法，否则他谁也不谈，他也不要钱。哼，不要钱更好，那有不要钱的办法。这男人的语气越来越阴沉。你出门买菜，谁都有走霉运的时候，被车撞了，死了；不小心高空坠物，被花盆砸了，死了；甚至可能扑过来2条藏獒，都能给咬进医院里抢救无效。呵呵，至于怎么让他倒霉，这法子还得我教给你吗？少年摇了摇头，神色痛苦，勉强的从这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儿：我知道了，老大。而且这说到倒霉，谁比我更倒霉呀？男人放下少年，站起身子，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转过头看着门口恭恭敬敬站着的老管家，冷冷地说：还是找不出缘由吗？老管家摇摇头，这外人不知，江汉城里纵横黑白2道，豪奢无二的全城首富杜先生，这3个月来呢，交了天大的霉运。2次心脏病发作，1次脑出血，发作的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硬是靠着年轻时打熬下来的硬朗身子给撑了下来。加油站着火，土方车侧翻，豆腐渣工程塌陷，那手底下明的暗的总共57家产业链，超过1/3都频频出事儿。就连最近拿到手的一笔强拆的活，本来这是他发迹的老勾当，可如今手下那年轻人都搞不定了，让他格外的火冒三丈。而且更让他笃定自己走霉运的是，就这3个月来，自己的右眼一直在隐隐作痛。出道20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小子，到如今成长为被称作杜半城的豪门显贵，这杜先生知道，他靠的并不是多么厉害的本事，也不是身后站着的那位铁鹰后台，而正是这只跟旁人不一样的眼睛。他这人天生异瞳，右眼明黄，能见常人所不见，能知常人所不知。所以有些事儿已经发生了，他也骗不了自己。3个月来，他费尽心思找了无数的奇人异事、道僧天师来给他测算命数，看看这究竟是惹到何方神圣了，沾染上这等厄运。可是天南海北的高人来了无数，见了他之后呢，就没一个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用尽了各种法子，都止不住他身上那股原本7天满日利煞之极的大气运，正在抽丝剥茧般的缓缓地流泻而去。这欧有胆子大的，就如同今晚刚刚送走的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儿混来的江湖骗子，想要招摇撞骗，蒙些财物走，那大多呢就把性命给留在这儿了。起家20载，这杜先生手中早就沾上了无数的血腥，这等时候敢来触他眉头，你岂不是自寻死路吗？离家出走那小混蛋，找到没有？
已经找到了。要把少爷接回来吗？都这时候了，接他回来干什么？男人摇了摇头。坐到他这个位置，本非人力所能勉强，这正应了一命二运三风水之说。如今气运古怪，命数无常，家里那从小就不听话的小兔崽子天生反骨，瞧不上老子那所谓的脏钱儿，又跑出了门要去自力更生。这不如就由他去吧，也许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反而还存着一线生机。哦，对了，就是这骗子临走前又给了什么法子？就说这3个月来，各路的妖魔鬼怪见了不计其数，无论是怎样的高人法子都不见起效。杜先生早就心灰意冷，到了死马当活马医的地步，就是不管什么江湖偏方，或是极其荒诞至极的主意，只要是开口，他都不介意试上一试。甚至在上个月时，就连童子尿都捏着鼻子硬喝了3盅。只是眼见不起作用之后，给他出了这主意的野道人就被从40层高的楼上直接给丢了下去。这老管家的脸上忽然露出有些古怪的表情。他说，怎么了？男人转头看向老管家。这么久以来，什么神神鬼鬼的法子他没听过，早就习以为常，这还是第一回见到老管家这么为难的样子。老管家叹了口气儿。他说运气不好的话，也许可以拜拜锦鲤，能有效果。可这听了这话，男人的呼吸都明显的停顿了一下。靠，跟老庞说，这杂种不用留全尸，扔到山里喂狗。是。沉默了半晌，男人突的猛地一拍桌子。不是你们都愣着干什么？手机都给老子掏出来，都去微博给老子转发锦鲤去。话说这傍晚的校门口总是最热闹的时候，3、5成群的学生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迎着淡金色的夕阳余晖，伴着放学铃的悠扬音乐，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也没人注意到，就在这个时候，蒋将叼着棒棒糖，从学校后头那扇废弃上锁的大铁门里熟练地翻了过去。这后门口有几个高2的学生，正围着一个穿校服的男生推推搡搡，像是在勒索钱财。看到蒋将都愣了一下，然后招呼：哎呦，小将姐啊，又出来买可乐喝呀。蒋将摆了摆手，算作搭理。在巷子口拐了个弯，小卖部的老板穿着白色的汗衫，懒洋洋地趴在柜台上看着手机里的肥皂剧。见到蒋将过来，也没有招呼，而是熟练地从一旁的冰箱里掏出2听的冰可乐。蒋将也不说话，拿起可乐冲这老板点点头，转身就走。这老板在身后提醒：那啥，下个礼拜记得结账啊。知道了。蒋将把1听可乐揣进校服外套的兜里，然后脱下外套系在腰间，白色的 T 恤勾勒出少女健康活力的轮廓，高高的马尾一甩一甩。他就这么踩着巷子口夕阳下金色的影子，悠哉悠哉地踱回到后门。那几个男生还在那儿，只是从这推搡升级成拳打脚踢。中间挨揍的男生抱着头蹲在地上也不吭声，就这么跟木头一样沉默地挨着拳脚。你们差不多行了啊。蒋将看不下去了，这都是学校里的，下手这么狠干什么？那为首的一个染着红发的男生摊摊手，
不是小酱姐，你搞不到钱，晚上咱哥几个去不成网吧呀？就这红发男生说话时，余下的几个男生也都停下手中的殴打，散了开来，就露出中间抱着头的那个男生。蒋酱靠在后门上，好看的眉毛轻蹙，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冲他扬了扬下巴。小子，你有钱就给他一点儿，他们讲规矩的，这个月不抢你第二回。就一个上网钱，至于为这点钱挨揍吗？这男生缓缓地把手放下，抬眼看了蒋酱一眼，摇摇头，小声地说：我没钱。这不知道是不是蒋酱的错觉，他竟然觉得夕阳的余晖照进到那个男生的右眼里，瞳仁的颜色不是深棕色，而是一点从未见过的亮晃晃的明黄。你是我们学校的吗？怎么没见过你啊？蒋酱问。哦，我是上个礼拜刚转过来的。就这男生的语气有些畏畏缩缩，很没有男子气概的样子。哪个班的啊？高二14班。蒋酱点了点头，掏了掏裤兜，从里边摸出2张皱巴巴的10块钱，递了过去。就这么多了啊，给我个面儿，别为难人家新同学。这红发男生把钱接下来，吹了声口哨，身后的几个男生都在偷笑呢。哟，小酱姐这是什么？英雄救美？啊，不对，这是美救英雄。就你大爷！蒋酱飞起一脚就踹在红发男生的屁股上。这红发男生也不恼，反而贼眉鼠眼的笑了几声，弹了弹裤腿，拉着几个兄弟勾肩搭背的就走了，看都没再看蹲在地上的这个瘦弱的男生一眼。蒋酱走过去，伸出手来，就跟拎小鸡儿似的，把这男生给拎起来。你以后长点记性，没事别从后门走，这都是些混混，没事就在这儿抢个仨瓜俩枣的，知道不？知道了，谢谢你啊，同学。这男生背了背书包，抬起头，冲着蒋酱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斯斯文文的，竟然还有点小帅。什么同学不同学的，我叫蒋酱，10班的，跟你一届，也是高二。哦，我叫杜瑶。这男生挠了挠头。那啥，谢谢你救了我。嗨，这同样的话不用说2次。行了，赶紧走吧。蒋酱拍了拍他，然后非常帅气的一跃而上，3下5除2就爬上那座陈旧的老式铁门，翻进学校里。这杜先生的右眼疼了整整的1天，他那脸色特别的不好看。自从那个让他拜锦鲤的江湖骗子被解决之后，这又过去1个礼拜了，事情没有任何的转机，这接二连三的麻烦却不停地找上门来，就连他背后站着的那位大人，最让他信任的秘书传了话了，让他好自为之，别自个儿毁了大好前程。这杜先生心中的怒火是越烧越旺，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冷。那老管家知道，如果现在让杜先生找到背后那个搞鬼的家伙，可不是轻轻易易的弄死这么简单了。就说最近所有在宅子里伺候的佣人都格外的小心翼翼，你生怕一个不留神触到杜先生越来越古怪的暴躁脾气。就好比这天中午吃完饭后，他这突然说要最疼爱的第3房情人，就是那个刚刚大学毕业20出头，比电视里的明星还要好看几分的娇滴滴的小姑娘，去后院的池塘里给她钓一条鲤鱼。他说晚上要吃这鱼，可是这小姑娘从没钓过鱼，一双手白嫩的几乎能掐出汁儿来，就连钓竿都没拿过。
这本想撒个娇糊弄过去，可是抬眼就看见杜先生的眼神，顿时把话咽回肚子里，转而在脸上挂起一副兴冲冲的笑容，握了握小拳头，说看他的本事，一定能钓一条大的上来，晚上让杜先生大饱口福。这就说能从无数痴缠上来的年轻美貌的小姑娘里脱颖而出，最大的本事不是美貌，而是这份揣度心思的机灵。他分明感觉到那杜先生可是没开玩笑啊，这是认真的。这比他刚认识杜先生时，这个男人一边在云顶餐厅的包间里优雅地吃着西餐，一边随口就让老庞带上30个兄弟去连夜把那个不长眼的来汉昌城虎口夺食的外地人的货轮连人带货一块凿进江底的语气，还要更加的认真几分。到了晚饭时，杜先生揉着太阳穴从这卧室里走出来，餐厅桌子正中央的银盘里正摆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红烧鲤鱼。杜先生坐在主位，拿起筷子，这右眼皮跳得飞快。他刚刚接到手下来的电话，说这拆迁的问题搞定了，随时可以开始动工。这稍稍的让他心情好了一点，他甚至都没问手下是用什么法子解决这钉子户的，他也并不关心这事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皮跳得越来越厉害。这是不祥之兆啊，大凶！杜先生分明记得，上一次自己这右眼这么预警那次，还是30岁那年。他带着20多个兄弟跟人在江上火拼，抢夺地盘，最后他赢了。可是这20多个兄弟也只活下来老管家跟老庞2个人。小姑娘坐在一旁揉着手腕，满脸挂着委屈，正要撒娇呢，杜先生却忽地放下筷子，身子一正，一道黑道枭雄的气势铺天盖地，仿佛凝如恶虎，几乎择人而噬。这老管家也是猛地抬眼，一双原本总是低垂的红溃老眼金光四闪，看向门口。在空气中，那股绵长隐晦的潮湿气息如同深海暗沼一般，丝丝缕缕地渗透进来，就像是梅雨数日之后的初晴。整个房间里都浸满着令人不适的粘稠味道。门外一个女孩悄悄地站在那儿，无声无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现的，几乎和身后深不见底的黑暗融为一体，没有半点活人的生气。什么人？这老管家横跨一步拦在女孩面前。女孩一身的大红衣裳，短发齐耳，肤白如雪，便是老管家一生阅人无数，也从没见过这么明艳动人的美人胚子。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女孩，这身上传来的隐晦气息令她浑身的汗毛倒竖，呼吸几乎都为之不畅起来。客人。这女孩抬腿走进大厅，突然一笑，这不是你请我来的吗？老管家忍不住回头看看杜先生，这后者眼神中的迷茫不似作伪，显然并不知道这小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来历。这女孩呢，自然而然地坐在桌前，跟杜先生遥遥对望。在桌子中间，一条红色鲤鱼色香味俱全，冒着腾腾的热气，将这女孩的脸依稀笼上薄雾似的一层。杜先生的眼睛眯起来，这位美女怎么称呼啊？小月。女孩顿了一下，抬起头，笑容灿烂。哈，我姓丁，叫我丁小月就好。蒋将没想到的是，这没过2天呢，就在下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他又见到那个叫做杜瑶的男孩。他就站在队伍里，
耳机线不易察觉的就从校服的领口后侧顺着脖子冒出来，隐蔽的戴在耳朵上。他所在的高中本就是全市排名倒数1、2的学校，风气散漫，进来的学生要么是成绩不佳混迹度日，要么是家境优越，早就准备好出国留学的路子，根本就没人在意学业的好坏。而老师们也见怪不怪了，对很多事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是不惹出什么大事儿来，就由他们去了。这一大早的升旗仪式本就是最困的时候，蒋将听着耳机里最新的偶像打榜歌，一边低垂着脑袋昏昏欲睡，甚至就连国旗下讲话的是谁都没抬头看一眼。就正要这么站着睡过去时，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啊，我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高210班的蒋将同学。这唰的一声，半个学校的学生都惊醒过来，转过头，目光齐齐地看向蒋将。这蒋将自己也懵了，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只能呆呆地抬起头来，看向前面的主席台。这清晨的阳光格外刺眼，他用手挡在眼前，顺着指缝看去，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拿着手里的稿子，正眉开眼笑地冲他回头，看上去有点兴奋，又有点局促。那身上的校服显得破旧而且不合身。这人杜瑶，身后的闺蜜低声夸张地哇哦了一声，那语调拖得长长的。这是告白呀，蒋将，国旗下的当众告白，浪漫死了。浪漫？这蒋将只觉得自个儿快死了。在无数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杜瑶又说了几句场面话，然后对着校长一鞠躬，迈着步子走下主席台。蒋将觉得自己的脸色现在一定特别精彩，他向后侧了半个身子，压低嗓子问：不是，这啥情况啊？这人怎么还上那儿讲话去了？不是，你没听啊？闺蜜仍旧沉浸在当众告白的浪漫兴奋里，语气中都带着毫不掩饰的雀跃。他是才转过来没多久的贫困生，好像父母双亡，家里也没什么亲人，用了洪志生的名额来到咱们学校的，听说成绩特别好，所以特地来做一期国旗下的讲话。哎，你们怎么认识的呀？藏得够深呢。这闺蜜还在滔滔不绝，这蒋将都已经快把白眼翻到天上了。升旗一结束，他就顶着无数同学异样的目光，气势汹汹地来到14班的队伍前。杜瑶，你给我出来！就说这蒋将杀气腾腾，一双好看的桃花眼怒目而视。这如果说目光能杀人的话，此时恐怕这整个队伍早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哎，蒋将，你来了！这叫杜瑶的从队伍后头连忙走了过来，似乎还有着一些小小的雀跃。不好意思，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要不要把你写在国旗下的讲话里，可是这2天都没找到你，我就自作主张了。自作主张？蒋将的拳头握得咯嘣乱响。你知不知道，这种乱说话会死人的？可是我没乱说呀。这杜瑶还是呆呆的，但似乎看出蒋将不高兴了，有点紧张的捏着衣角。我是觉得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朋友？蒋将深深的吐了口气儿。这位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就见过1次面吧。可是你救了我呀。杜瑶连忙说，而且你是我转学过来这几天里第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人，你真的就是我这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了。
这说着说着，他也有点嗫嚅起来。是不是我这么说惹你不高兴了？这不是高兴不高兴的问题。蒋将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开始隐隐的作痛，他开始后悔，这自己为什么要出手救这白痴呢？眼看四周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脸皮再厚也有点扛不住了，只得匆匆的留下一句：今晚放学别走，后门口等我。然后就在一片哇哦的起哄声中，又急又气，灰溜溜的逃走了。丁小月坐在桌子前，端着一碗米饭，几乎将那鱼连着盘子吃个干净。杜先生点了根烟，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老管家站在门口也没说话，丁小月却没觉得有任何的不适。这不但是吃的香甜，还连声的称赞厨子的手艺，还顺便请坐在一旁有些手足无措的那位杜先生的情妇帮忙盛了2-3碗的米饭。这眼看盘子见底儿，丁小月终于开口了：你们想要什么？这杜月笙眉头一挑，忍不住的脱口而出：我们？对呀。不是，这是你来到我家，坐在我的桌子前，吃了我一整条鱼，然后你现在问我们想要什么？其实这杜先生很少有耐心跟人讲道理，在他的人生90%以上的时间里，跟人讲的都是拳头，而不是道理。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跟人讲道理，那就是拳头没有对方硬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如果自己敢跟眼前这个自称丁小月的女孩比拳头的话，那下场一定比讲道理凄惨10倍。所幸他终究还是有一点好处，也就是当他讲道理时，他总是特别有耐心，也确实很讲道理。比如现在。可是这叫丁小月的歪了歪头，无比认真地说道：是你们祈求我降临的，我才会在这儿啊。祈求降临？这杜先生跟老管家对视一眼，他们这根本就听不懂这女孩在说什么。不过呢，这丁小月啊，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纸巾来，擦了擦嘴，然后看了杜先生一眼，突然笑了笑。不用说，我也能看得出来。那你看出什么了？这杜先生不动声色，丁小月又忍不住笑了，他似乎特别喜欢笑。哼，你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可无论是找什么人都没能给你解决，对吗？杜先生的手指轻轻地在桌上敲打，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点头。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愿闻其详。这时杜先生的语气变得诚恳，然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每次请来的所谓高人都能享受到这种至诚请教的待遇，虽然他们那下场并不是太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杜先生并不介意让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也了解一下这个成人世界里残酷的恶意。可是那是后话。这时杜先生身体前倾，露出极度求知的目光，就比任何优等生上课的样子都更加的充满虔诚和专注。丁小月看着他，似乎要把他的灵魂看穿一般。片刻之后，他缓缓地开口：那么是谁把你的灵魂打走了一块？这杜先生愣住了。灵魂拿走？
不完整的灵魂，缺失的人生，破碎而不自知的过往，这样的概念是没法拿来做任何交易的，所以也没法解决任何问题。丁小月叹了口气，语气温柔又重复了一遍。所以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你人生的某个部分交换了什么？这后来杜瑶才知道，每天晚上一听冰可乐是蒋将雷打不动的人生习惯，而杜瑶就这么有幸成了能跟他一块分享这个隐秘快乐的第一人。那天傍晚，蒋将把杜瑶约在后门，本来是想把这白痴狠狠地教训一番，可没想到的是，看到他背着书包探头探脑来到铁门口时，本来这心里的一腔怒火顿时化作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你是白痴吗？约你来你就来啊，不怕我安排人在这儿揍你一顿？你为什么要揍我啊？杜瑶挠了挠头，脸色浮现出心虚的神色。那我是不是又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啊？蒋将瞪了他半天，最终无力地叹了口气，心里升起了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你算了，没事儿。蒋将摆了摆手，转身要走，杜瑶却赶紧两步追上来，从这口袋里掏出一听可乐。喂，这个请你喝。蒋将也没伸手接，而是扬了扬眉毛，表示不解。哦，这一是感谢你上次救了我，二是这次国旗下讲话，校长给了我300块钱作为奖励，我想跟你一块分享一下。这杜瑶笑起来时透着一股子憨劲儿，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让蒋将想起小时候邻居张大爷养的那条土狗。兴许就是这古怪的联想，蒋将心里也软了一下，接过可乐，跟杜瑶并排坐在路边上。那话说，他们为什么叫你小将姐呀？听起来很威风的样子。你以前不会也是？这杜瑶打开可乐，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小声地问道。那倒不是我。嗨，算了，可你说也没什么，今儿算是公开的秘密了。我是没怎么混过社会的，但我爹年轻时是这片城区里头号的大混子。就这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杜瑶这才知道，原来蒋将从小母亲早逝，是跟着他父亲长大的。他这父亲呢，也没什么正经营生，以前就是这一片的混混头子，后来跟人合伙做生意，性子火爆，出了名的能打，又特别讲义气，所以在面子上也特别吃得开。从蒋将记事儿起，家里就有着一批又一批各种纹身的叔叔伯伯们，来跟父亲推杯换盏，抽烟吵嚷。好的时候呢，勾肩搭背，抱头痛哭，就跟亲兄弟似的。可不好时，提着西瓜刀叫嚷着互砍，也是常有的事儿。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蒋将，从小就学会了对混社会这一套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性子。后来上了中学，学校里的混子也都知道他父亲，要么父辈跟他父亲有旧交，要么出于尊敬给个面子，一个个呢从来也不敢骚扰他，见了面都客客气气的喊一声小将姐。久而久之，他也跟这些人有着不深不浅的交情，算是都认得。杜瑶听得目瞪口呆，舔了舔嘴唇，眼神里露出羡慕的神色。你爸好厉害啊，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个爸爸就好了。蒋将伸出筷子，没好气地拍了下他的脑袋。你这成绩这么好，
以后好好读书上大学，羡慕我爸那种混子干什么？不是，我觉得你爸不是你说的混子，他对你很好，没让你被欺负，起码在父亲这个角色上，他是个好爸爸。这杜瑶的语气格外认真，神色却显得有些沮丧，把头低了下去。蒋蒋沉默半晌，突然仰起头，一口气儿把剩下的可乐全部喝完，然后站起身来。行，可乐喝完了，我回去了。杜瑶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哎，那我以后能找你玩吗？找什么找？你白痴啊！蒋蒋回头瞪他一眼。现在这全校里都传开了，你再来找我，是想让我爸把我打断腿啊？杜瑶的眼神顿时暗淡下来。对不起，我。蒋蒋沉默了一下。那明天晚上再来这里，我请你喝可乐吧。房间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杜先生和丁小月两个人，就连老管家都被派去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接近。丁小月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就坐在椅子上东看看西瞅瞅，显得对四周的布置颇为好奇。过了一会儿，忍不住地说道：哎，你挺有钱的呀，可是品味也太差了吧。这杜先生也很干脆，哪儿看不顺眼你说，我换。那不至于，反正我以后也不会来，你开心就好。丁小月连连的摇头。行了，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我在你这儿待太久对你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你身上这运气啊，本来就在不断的流逝，而我神灵降临，很多代价是你看不见的，而且也承担不起，起码对现在的你来说，雪上加霜啊。这杜先生听的是云里雾里，只是隐约的抓住神灵降临这4个字，对眼前这年轻女孩更多了几分的敬畏。我想知道我最近这3个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想问气运流逝的本因？是。你请了不少的专业人士吧？嗨，那都是些徒有虚名的家伙。那倒也不是，只是你这麻烦确实不是他们能解决的。那您这意思是？说到这儿啊，杜先生不知不觉的就用上敬语了。且灵还需系灵人，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麻烦。那您是说，那什么灵魂的缺失？对。杜先生沉默很久，叹了口气。哎呦，也许您说的对，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对，实不相瞒，其实好多往事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丁小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若有所思。20年前，有一次我替大人物办事儿，我在高速公路上跟人撞了车，摔了下去，伤到脑子，很多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如果您说的失去人生的部分是指这个的话，杜先生抬起头，目光坦然。我这一生呢，好事没干多少，坏事都干透了。要是有天理循环，报应昭彰，我不躲，我认。可这如果是因为这记忆才有今天这祸，那我不服，请先生给我解惑。丁小月摇了摇头。不，这所谓的缺失跟记忆没关系，
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那……你借过高利贷吗？杜先生沉默片刻，端起红酒杯里的可乐抿了一小口。这个倒是经常借给别人。丁小月不由得哑然失笑。没关系，道理是一样的。说着，丁小月顿了一下。你这几个月的麻烦，竟不是别人找给你的，而是……他伸出手，指了指上方。杜先生的眼睛眯缝起来，缓缓地说：“你是说，这人生在世，天生天养，本是浑圆一气。可是总有些人，或者遇到无可避免的大麻烦，或者被人强弩而不自知，此后啊，这灵魂里就少了某些东西，而换来一些别的。这种交易呢，就如同抵押借贷，总有期限。如果在期限之内交还回去，倒也无妨。可若超过期限，仍贪为己有，这就过了老天爷的收款期了。在人间里欠债不还，只要上征信的，强制执行，破产云云。而在老天爷那儿，就没这么麻烦。若是逾期不还，自然而然的气运消散，病树崩退。那最后呢，就是一条绝路可走。这杜先生听得背上冷汗涔涔，忍不住地说：“这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欠了什么，又换了什么，请先生指条明路。”丁小月低头沉思片刻：“杜先生，你是汉昌本地人吗？”并不是，我是江南出身，后来打拼事业，就在汉昌定居罢了。哈，江南，那你在哪儿上的大学？惭愧，年轻时成绩不好，家境贫寒，无书可读，高中之后就辍学打拼，没上过大学。那你可曾去过建成？自打受伤之后啊，诸般往事大多记不清了，兴许是去过。那么，你听说过子市吗？那是什么？哼，建成的四禁之一，一个挺有趣儿的地方，还有一个挺有趣儿的老板。我想，说不定你要知道的东西，能在那儿找到答案。就这样，每天晚上一起在学校后门的小巷子里并排坐着，喝上一听可乐，这就成为两人雷打不动的必修课。蒋将本来并不住校，只是这学期他爹外出跟人做生意，怕他在家不学好，就干脆给他报了个住宿生。蒋将也懒得回家了，只是这学校里啊没有可乐卖，所以每天傍晚放学时，他都从这后门翻出去，到小卖铺里买上一听冰可乐，一边喝着一边听着歌，在路上发发呆。在这之前呢，这是蒋将为数不多的可以享受的人生乐趣。可是自打认识杜瑶之后，每天学校后门买可乐的就从一个人变成两个。杜瑶是学期中途转校来的，暂时还住在外面，要等到下学期才能办理校内住宿，所以每天放学之后，他都背着书包站在后门口等着蒋将翻出来，再一块儿去买可乐喝。这起初啊，两个人会闲聊一些彼此家里的事儿，或者在学校里的见闻。可是到了后来，有时蒋将的心情不好，就会喊杜瑶陪他去逛街，或者看场电影，或者去网吧里打个游戏。就跟学习上的天赋相比，杜瑶的娱乐天赋实在太差了，你什么游戏都不会。蒋将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勉强教会他一款单机战斗的 ARPG 武侠游戏。在蒋将眼里看来，早已烂熟于心的无聊剧情，可是杜瑶却百玩不腻。
每次来网吧呢，都一定要打一会儿，玩得不亦乐乎。后来有一次，在网吧里，蒋将就跟人起了冲突，这对方似乎是外地来的，并不认识蒋将的父亲，那起身就要动手。平日里总是木木讷讷，一副书呆子模样的杜瑶，却提起凳子，咔嚓几下，把一把好端端的不锈钢凳子掰得四分五裂，然后提起凳子的两腿，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的4、5个人，一句话都没说。这对方竟然被杜瑶一个人这么吓到了，骂骂咧咧的就走了，再也没敢来找事儿。这杨绛吓了一大跳啊，等人走了之后，挽起杜瑶的袖子，这才发现虽然这看上去干干瘦瘦的，其实这杜瑶的肌肉爆发力远远的超出蒋将的想象，就是轻轻松松的一用力，就能把这凳子腿折成2半。蒋将问他，这明明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时会被学校里几个小混混围着揍啊？杜瑶挠挠头，他说反正他们打的也不疼，就没关系。他父亲以前跟他说过，绝对不准跟人动手打架，除非对方把他打疼了，才允许对普通人还手。蒋将听呆了，就问他爸爸是什么人啊？杜瑶摇摇头，说就是个普通人，不过他的眼睛和力气都是遗传他爸的。蒋将看他不太愿意说的样子，想起他父母双亡，也就没再继续追问。打那天之后呢，蒋将就不再带他去网吧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再说话，就这么戴着同一副耳机，坐在路边的树荫底下，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安安静静地听上几首歌。然后蒋将回学校，杜瑶回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蒋将突然发现他们真的就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杜瑶的话不多，但是见识很深，也许是过往经历的缘故，让他对很多的事情的认识和思考都让蒋将颇为的吃惊。只是偶尔时，蒋将也会觉得他的眼神跟自己的父亲有点相像，陌生而狠厉，甚至说出来的话都一样的愤世嫉俗。杜瑶的成绩特别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5，老师们都挺喜欢他的，不止一次在大大小小的考试结束后被大力的表扬，甚至有传言说他可能会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要在学校贴红榜庆祝的。就这样的留言多了，就总有看他不顺眼的故意找茬儿。可是他们往往还没来得及找上杜瑶，蒋将就会提前拦住他们。这蒋将话也不多，就只扔下一句，我爸可是挺喜欢他的，看他不爽的，去找我爸谈谈吧。可这就光是这句话呀，之后高31年里就没有任何的混混再来找过杜瑶的麻烦。其实蒋将也没说谎，他爸还真是挺喜欢杜瑶。托杜瑶的福，蒋将的成绩也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他原本就不笨，只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对学习提不起什么兴趣。可是跟这杜瑶待在一块久了，不知道为什么，蒋将鬼使神差的想要跟他以后考上同一所大学了。就这样，他不知不觉间呢，自己就主动的复习起来，再加上杜瑶的辅导，等到学期末蒋将爸爸回家时，那迎接他的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年级前50名的好成绩，再加上校长亲自颁发的进步奖状。那蒋将的爸爸一开始压根儿都不相信，以为蒋将胆子大了，敢作弊了，那差点就掏出皮带要揍女儿。后来好说歹说的，甚至班主任特地打来电话解释，他这才相信这真是女儿考出来的成绩，又惊又喜，又知道这是杜瑶的功劳，不由分说的就让蒋将把杜瑶请到家里来吃顿饭。这一顿饭吃下来，蒋将的爸爸对杜瑶是12分的满意，当场拍板就认了这小兄弟。可这蒋将在边上白眼乱翻，
送杜瑶出门时，就看见杜瑶笑得见牙不见眼的，一脚就踹过去，警告他说以后各自论各自的辈分，见着他爸可以喊哥，但是见着他了照样得喊小将姐。杜瑶不知道是不是喝了2块啤酒的缘故，涨得满脸通红，胆子也大起来，就反问了一句，说那什么时候可以不喊他姐了？蒋将一怔，就问他，那你想喊什么呀？杜瑶的脸更红了几分，就说就喊小将，跟你爸一样，成不成？蒋将瞪他一眼，说行，等你考上好大学，赚到钱了，啥时候你养得起小将姐我了，你到时候想喊什么都行。那天晚上，杜先生一宿都没合眼。丁小月说完那些话之后就离开了。他告诉杜先生，如果要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回子市一趟。这子市呢就在建城，只要有心不难找到。丁小月走后，杜先生的右眼疼得越来越厉害，就像是有很多往事的碎片汹涌而来，如同浪花一般的卷入脑海，却什么都看不分明。有很多人很多事儿朦朦胧胧地出现在回忆中，可是当他要抓住时，又像是一缕青烟般的消失无踪。第二天起床，杜先生下了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个所谓的子市。它究竟是什么呢？不出1个礼拜，就有消息传回来，子市主人请杜先生前往建城一叙。蒋将执意要把杜瑶送回家，杜瑶满脸通红，坚称自个儿没喝多，让蒋将赶紧回家照顾蒋大哥去。蒋将冷笑说，这老头子自个儿会把自个儿照顾好，不用他操心。倒是他呢，人生第一次喝酒，就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不把他送到家门口他不放心的。出了小区门口，已经晚上10点钟了，夜风徐徐，吹得杜瑶清醒几分。他家离蒋将家不近，这会儿已经没了公交了。蒋将体贴的并没提打车的事儿，而是说正好散步，就陪着他逛逛，等把他送到之后，自己再打车回来，方便安全。二人就这么一路走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路过学校后门不远处的地方，突然杜瑶眼尖，就看见远处有点点的亮光。此时除了一些烧烤路边摊，大街小巷的店铺早就关门大吉，哪儿还能有灯火通明的地方呢？这俩人心中好奇，便想走过去看看。那离得近了，发现竟然是一排的店面，排在街道的两侧，每家店铺上都挂着一盏红色的灯笼，显得颇为的阴森。这最诡异的是，明明店铺前有不少行人穿梭如织，可是就是没一人开口说话，也没有丝毫的脚步声。这整条街道跟周围的寂静融为一体，就好像是鬼市一般。蒋将有点害怕了，拉着杜瑶的袖子就想离开。这突然二人面前出现一名男子，身穿唐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二位能见着子市，就是有缘人，不妨进来看看，有没有合眼的东西。杜瑶原本已经恢复大半的脸色，突然又有点红了。他拉了拉衣角，低声地说：我们没钱。这子市买卖多是以物易物，咱不谈钱。男人凑近几分，就像是被杜瑶吸引住了，凝神看了片刻，突然说道：哟，你有一只很漂亮的眼睛。这下杜瑶的脸色变了，明黄色，质地很纯，一定有人喜欢。你父母是什么人呢？
这时蒋将有点呆住了，他不太理解男人究竟在说些什么。杜瑶的脸色却越来越青，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父母是什么人，这眼睛是天生的。也罢，那卖吗？卖什么？杜瑶显然也有点愣住了。眼睛，一只眼睛也许可以给你换来足够的财富，或者把你知道的平安、健康，或者一些别的东西。杜瑶就忍不住舔了舔嘴唇。我这时蒋将一把拉住了他：走，不要搭理这怪人。杜瑶还想说什么，可是被蒋将强行拉着袖子离开这排店铺。不是，小将姐，我就是单纯好奇，我并没想。好奇都不能有。这时蒋将的脸色沉下来。我爸从小就告诉我，永远不能跟恶魔做交易，无论你看起来有多赚，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的是你的什么。杜瑶沉默了。你不是本地人，你不知道我爸这话什么意思。老建成人都知道，这城市里古怪的地方有很多。我们打小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和那个世界有太多交集。蒋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诱惑很大，可是他会赌上你一辈子。杜瑶轻轻地点头，然后回头看了那个集市一眼。男人没有阻拦，就这么站在街头，笑盈盈地看着他们。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考虑。我想不用多久，你就会回来找我的，一定。他甚至冲着杜瑶挥了挥手。在下常仲泽，下次再来记得找我。飞机降落在建成的土地上时，一种久违的熟悉气息将杜先生紧紧地包围。走出机场，早就有专车在等候。杜先生落座后排，闭目养神，心潮澎湃。这司机呢，是个俊朗的年轻人，戴着白色的礼帽和手套，轻声地问道：这温度和座位都还舒服吗？杜先生点点头。车辆缓缓地发动，片刻之后，杜先生猛地睁开眼，他从那后视镜里死死地盯着司机的脸。有什么事儿吗，杜先生？这年轻俊朗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忘通过镜子冲着杜先生微微的一笑。那杜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泽先生，他问道。司机并没有回答。就在杜先生以为他不会再说话时，司机一脚刹车，就停在红灯下面，缓缓地摘掉礼帽，揉了揉自己的头发，然后回过头看着杜先生，微微的一笑。看来你记起了很多的事情啊，杜先生，欢迎回到故乡。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候，蒋将从几天前开始就没再来学校了。杜瑶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跟他联系，他却什么都没回复。杜瑶就问了老师，老师只是摇摇头，让杜瑶不要分心，安心的备考。可杜瑶最终忍不住，趁着一天放学之后，偷偷的去到蒋将的家里。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他连忙跟周围的邻居打听，结果才知道蒋将的父亲替人出头，打了群架，却不慎被人捅成重伤，现在在医院抢救了。蒋将正在医院里陪护。这杜瑶愣住了，回过神来后，他直奔医院而去。
到了住院部，才最终见到精神憔悴、已经不成人形的蒋将。蒋将看到他，沉默许久，突然抱住了他，眼泪夺眶而出。杜瑶木然地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地问：“叔叔，怎么了？”蒋将拼命地摇头，却一个字都不肯说。后来还是杜瑶找到主治医师，这才知道蒋将的爸爸伤势很重，需要尽快地进行2次手术治疗，还有后期大量的疗养费用。可是这蒋将的家里早就没钱了，就只剩下一个老宅，这就算现在挂出去卖，也远水解不了近渴。那天下午，蒋将靠在杜瑶的肩膀上，在医院的走廊里哭成一个泪人。他说了很多很多话，他告诉杜瑶，他爸爸并不是去打架，而是去讨薪的。他骗蒋将说自己去外地做生意，其实做生意的钱早就被人给骗了。这半年来一直在工地上打工，给蒋将攒大学的学费。可就是这么一笔钱，却被包工头卷在手里，准备潜逃。他说他宁可不上大学，也不要爸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要让爸爸好起来，他什么都愿意。他说他从小没有妈妈，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小的时候特别的崇拜爸爸，觉得爸爸又威风又有面子，特别的爷们儿。可是后来渐渐长大了，他又不太看得起爸爸，觉得他是个混子，一辈子没什么出息，只知道那些编出来骗人的兄弟义气。可是现在呢，他终于知道了，就算这么一个整天把江湖挂在嘴边的男人，也会为了女儿的学费，偷偷的一个人到外地去扛水泥搬砖，打工半年。这就是为了让女儿有钱去考一所好的大学。然而什么都来不及了。他还说，他曾经想过很多很多关于以后的事儿，有大学，有父亲，有杜瑶，有美好的未来和安心的家庭。可他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了。杜瑶没有说话，就是这么抱着他，听他说着，听他哭着，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眼神空洞洞的，嘴角紧紧的抿着。不知道哭了多久，蒋将终于心力憔悴，趴在杜瑶的肩头上睡着了。杜瑶用尽身上最后的钱，给他租了一个床位，将他抱上去，盖好被子，然后杜瑶头也不回地走出医院。深夜11点，杜瑶没有回家，而是站在学校后门的地方，看着不远处的街道上点点亮光升起。不出意外的，那个自称唐仲泽的男人笑着出现在他面前。欢迎来到此室。他顿了一下。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杜瑶哑着嗓子低声地问。我的眼睛，这多少钱？唐仲泽耸了耸肩。这玩意儿啊，有价无市，不过算得上是好东西。如果你着急卖呢，一口价40万，货到付款。这杜瑶的身子明显的哆嗦一下。40万？对，只是交易，童叟无欺。那我想知道，如果我失去这只眼睛，我究竟会失去什么？杜瑶的话说得很慢，像是字斟句酌一般。我知道我的右眼很特殊，可我并不清楚它真正的价值。这时唐仲泽笑了笑，哼，未来，未来，他可以给你的未来保驾护航。你知道的，
它会让你看到一些旁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气运，比如命数，比如这个子时。如果你把它卖给我，你将失去你最珍贵的武器但是也将不再背负最沉重的负担，甚至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你不会再看到子时，你可以以平常人的身份普普通通的过这一生，平安喜乐。杜瑶握紧了拳头，过了片刻，他缓缓地问道：除了眼睛，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以交换的吗？唐仲则摇摇头。不过他顿了一下，也许你愿意典当一些东西。典当？对，就是暂时将你人生的一部分交到我这里，换来暂时的钱，但是你必须在典当期结束之前把钱按照利息还给我，否则的话我将永远的收走你的典当品。可以，那我能拿什么典当？爱，当然是爱了。爱，对呀，你对那个小丫头的爱，你对这个世界的爱，还有你对自己的爱。杜瑶沉默很久。那么3年为期，小泽先生，请您救活蒋将的父亲，无论多少钱，3年之内我会回来赎回我典当在这儿的东西。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是说感谢您的惠顾。好久不见了，杜先生。车厢里闷热的空气逐渐的弥漫开来，红灯忽然变得很远很远。被称作小泽先生的司机随意地靠在座位上，点起一根烟。我记得你，唐仲泽，小泽先生。我终于想起了很多事情，好多。你的长相跟当年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托您的福，可杜先生，您的变化却让我完全没想到。这样不好吗？杜先生坐在后座上，神色冷淡，再也没有当年那个木讷少年的半点影子。跟小泽先生你做完交易之后，我放弃了学业，放弃未来，走上了一条更黑暗、更残酷，却也更多10倍、100倍回报的道路。当然，我听说过您后来的事迹，汉昌城首富，您是子时客人中尊贵的骄傲。唐仲则笑了笑，对着窗外吐出一个烟圈。我的失忆是一场意外，对吗？杜先生的语气越来越冰冷。当然无需任何质疑，一场彻头彻尾的意外。我也没有想到您这一失忆就忘记了20年，我没有哪一天不再等着您回来完成我们承诺中的交易。那还真是抱歉了。这杜先生沉默半晌，转头看向窗外，不见喜怒。没什么关系，就拖延而言也算不上什么。要知道，在子市多的是几百年不来典当的客人，他们的东西又不好处理，总是让我很头疼。我可不是来寒暄的。这时杜先生冷冷地截住话头。我这次来是为了取走本该属于我人生的一部分。当然，您看，我已经预料到这一切了，提前给您带来了。
唐仲泽从这副驾驶的位置拿起了一个铁盒，随手往后一扔。省会，20万元。杜先生愣了一下。什么？20万？是啊，当初定下来标的，你应该还记得吧？是，没错。可我以为应该远远要比这多得多才对。这毕竟20多年没来赎回典当，我甚至在路上一度以为它已经不存在了。那并没有，如果按照一般的处理程序，应该早就不在了才对。可事实上，一直有人在为您偿还着利息，所以这件典当物至今还没被处理掉。偿还利息？是谁？唐仲泽并没回复这句话，杜先生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打开盒子。尘封20年的记忆、责任、爱和少年的梦，重新回到18岁的人生，真是感人啊。这唐仲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点了一根烟，轻声的喃喃，语气中却仿佛藏着某种不易察觉的讥讽。杜先生的表情突然变了，那种冷硬的、血腥的、蛮横的神色一扫而空，他的眉眼渐渐变得柔软起来，嘴唇不自觉地微微地颤抖着，双手不自觉地抱着头，瞳孔越来越大。重新读取人生的感觉如何？杜瑶先生。怎么会？已经20多年过去了吗？我都干了些什么？杜先生猛地从后座一跃而起，去撞到车顶，又重重地坐了回去。他的双手仿佛茫然地要抓住什么，就如同一个溺水求生的病人，整个身子猛地前倾，握住小泽先生的手。我的天，我到底干了什么？小泽先生，你告诉我，蒋将他人呢？他还好吗？他现在在哪儿？该死，这20多年我竟然没再去见过他。老将，我知道一时间很难接受，很多客人都会如此。不过，考虑到您的前半生，反应过激一点也可以理解。唐仲泽笑了笑。不过，我也没想到，在典当完毕之后，您会放弃高考，把自己的考卷写上另一个名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投身进那个肮脏的圈子。嗨，我记得很多年前的那天晚上，蒋将小姐也来照顾我，她问我你的下落，她哭泣绝望的样子，一点都不比你现在轻松。那后来呢？杜瑶的声音很沙哑，干硬的几乎像是变成另一个人。后来他试图去找过你，可你并没再见他。你失踪了几年，再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黑道大亨了，是崭露头角的商界新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不再找你了，而是留到你所在的城市，一个人找了份工作，就这么远远的静静的看着你。这时杜瑶觉得自己的右眼都快要疼到裂开。然后呢？然后当然是还债了。唐仲泽的语气变得轻飘飘起来，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到杜瑶的脑海中。当初我们约定的时间是3年，可直到如今你才出现。那你觉得这20年来的违约金和赔付是谁在替你偿还呢？杜瑶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不用他，我还给你，我全都还给你。该死，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忘得一干二净。小泽先生，
你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去找他。唐仲则忽然沉默了。杜瑶呆呆地看着他，就像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傍晚，他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夕阳下那个喝着可乐戴着耳机的少女一样。3个月前，他并没再来偿还债务。听说他陷入到某种世俗的麻烦之中，好像是房产纠葛，还是什么拆迁之类的问题。你知道的，蒋酱小姐脾气很倔，我也曾经劝过她，可以跟我求助，这些麻烦可以轻易的解决。然而，她斩钉截铁的拒绝了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卖了建成的老房子，去汉昌买了一个老旧的小小民居，在那里落地生根，然后那间房子却要被人强拆了。周围的人都收了钱，迫于淫威不敢不走，而他却像是一枚钉子钉在那儿，谁劝都没用。他跟那一带的小混混们硬着脾气斗了3个月。他说他年纪大了，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着见你。可他没等到。此时杜瑶的脑袋嗡的一声，整个心仿佛陷入到无底的深渊之中，浑身冰冷，什么话都听不见了。唐仲则深深地看他一眼，掐灭手中的烟蒂。很遗憾，6天前出门买菜时，蒋小姐被一辆货车撞死，不治身亡。你知道的，岁月不饶人，如今的她再也照不了任何人了。对了，这车你应该熟悉。